陛下，朝廷早已裁撤了丞相一职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大臣位高权重。曹操身为司空，还有三公可以制约他，设立丞相就废除三公，那老臣以后都无法与之抗衡啊！不知陛下为何要如此纵容曹操呢？陛下，曹操大权总揽，就更容易架空陛下了。难道不给他丞相之位，他就不总揽大权了吗？那也不能助纣为虐呀。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朕当然要救司马懿，但如今给他丞相之位，却未必是多么糟糕的选择。与其让他来争来抢，不如朕成全他，来换取他的让步。于是，就为了司马懿一个人的安危，陛下，你就不顾汉室了吗？朕是在想，只要曹操现在还不糊涂，就不应该把跟汉室的斗争当作是当务之急。孙权、刘表、刘备才是他的大敌，他渴望四海一统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朕应该帮他才对，而不是事事掣肘，故意把曹操的注意力吸引在与汉室的斗争之上。父亲，我们在直接与曹操对决之时，伤亡惨重，连杨太尉也险些被连累，反而是我们在支持曹操征伐天下之时，才是我们汉室壮大的最好机会。官渡如是，乌桓也如是，这2次征战，不是让天下人见识了汉室的力量吗？陛下，纵虎容易伏虎难呐。眼下的平静看上去对我汉室是有好处的，可一旦曹操的势力壮大，那对我汉室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呀。陛下，国丈所言极是啊。二位请放心，朕现在可真没那么容易就被灭顶。司马懿接旨。多问一句，这圣旨是陛下所写，还是曹司空所写？圣旨自然是圣上所写。另外，陛下立家父为丞相，废除三公，以后就没有司空了。司马懿接旨。臣接旨。温县司马懿，刚毅英特，聪明允达，念其有救驾之功，身列8辟之列，特赦其罪，封为丞相府文学院，钦此。谁说我为了保命就要入贵府了？天子之命，仲达也不遵吗？公子敢用我，不问杨平何在了吗？比起仲达，杨平不重要，只要仲达活着，就会有诚心对我的一日，其余的我可以忍。
臣司马懿，有要事与陛下单独详谈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你在狱中没有受苦吧？你凭什么替我做主？这里好歹是皇宫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面子？你以为你是皇帝，你就可以命令我了吗？没有人敢勉强于我。你把我卖了不说，还搭了一个丞相的位子，你可真是够蠢的了。仲大，你应该明白我的取舍。曹操的职权早在丞相之上，给他也只是顺水人情。我愿意跟他合作，但是绝对不能改易皇后。也唯有各自退一步，才能暂时和解。至于曹丕，他是真心欣赏你，我还需要他保护你。你为他做些事情，只要不彻底与汉室为敌，这些都不算欺负我。曹丕，你还有脸跟我提曹丕吗？要是在隆隆你按照我的安排杀了他，还有今日之事，还需要王妃抛头露面为我求情。现在可都好了，唐英被曹操更加提防，而我在曹操府也处处受制，我们连面都见不到。早知道今日我就不该跟你回来，让你自生自灭算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你就别生气了，让我也好好的喂你一次。什么呀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哎，有什么话不能在外面说吗？啊？有些话必须要在这里说。现在荀令君还在外面等我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啊。你搞什么你？啊？哎！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堂堂王妃，怎么在这儿呢？因为只有在这里，才能见到你。你怕什么？我手中无剑。白莲刚，不如绕指柔。你这一双手，把我的性命魂魄都勾走了。堂堂王妃，怎么在百官面前为我一介书生求情？不怕天下人闲话吗？原本我是打算劫狱救你出来。不许！你知道我在牢里最怕的是什么吗？最怕的是你会黑衣蒙面，去牢里救我。那样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从前他们都拿你当杀人工具，只是现在不一样。现在你有我了，我可以保护你，也保护我自己。你是我司马懿的媳妇，从今往后，无论任何事情，你都不许再那么做了。
明白吗？我原本是想着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我和你一起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但如果那样的话，我明白，你了解我，想要成全我。别怕，你想过吗？汉室的王妃不能和别人成婚，更不能生育。我爹有8个儿子，不止着我一个传宗接代。现在，我只想要你。怎么了？你不会，你不会没有过吧？没有。从前，皇帝见过我的武功，他从成亲那天起就怕我，因为我在枕边放着剑，所以他从来不敢跟我同床。太好了，我真的太感谢他了。明日我就带着三生去叩拜他。朕今夜无家可归，祈求皇后殿下垂帘收留。把自己的龙床让给别人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你也不怕史官给你记上一笔啊？仲达和唐姐姐他们劫后重逢，他们的洞房之夜，自然也应该与众不同。将来万里同风那一日，朕会亲自为他们主婚，让史官记下这千载难逢的佳话。你不高兴了？是不是觉得仲达冒犯了王妃？我也希望唐姐姐可以幸福。他们的好时光就只有这么一点点，就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了。朕已经对宫门公车令传过旨了，告诉他们朕要留司马懿商谈政务，就让他们照常关门了。好。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是好时光。司马公子，陛下已经安排好了车马，悄悄送您出去。若是有人盘问，您就说今夜是和陛下商谈政务，故而……我要见陛下，有要事商谈。是。司马公子请。仲达是来谢我这月老的吗？哼。仲达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就赶紧出宫吧，在此久留容易惹人生疑。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
什么事啊？你那个跟皇后怎么样？我跟皇后挺好的呀。哦，那你们有没有那个什么？远方？这种事情当然是水到渠成了。我们已经……哦，那个洞房之夜，你们是怎么啊？干什么要问我？你跟堂姐姐不是已经……你们不会……喂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教我的吗？这理论和实践有时候不一样。再说了，也不是所有的战役都能一战而罢嘛。陛下何事如此开心啊？重大！你要是敢说，我就弄死你，知道吗？小人拜见众郎将。仲达怎么没来上职啊？司马大人昨夜被陛下传召入宫，说是留他咨询政务，直到此时还没回来。明目张胆，他也未免太过嚣张了些。陛下回朝2日有余，令君还不曾恢复朝奖，莫非是畏惧天威不成？温和公和我一同做了如此大事，曹公回朝，温和公难道就一点也不担心吗？没有军令擅自调兵，依军法已是大罪。好在事急从权，曹公英雄襟怀，不会公然责备。不过曹公为人不羁而多疑，外宽而内忌。老朽已是风烛残年，行将就木，令君却还有眼前功业，不得不三思啊！原来文和公心中始终是难以忘却汉室啊！哎，我们这一代人呐，太老了，老的丢不掉那个王朝。令君不也一样吗？我还记得当初令君给曹公献策，劝他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变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了。一字之差，休壤之别呀！文和公微言大义，不知有何良策赐教啊？何去何从？难道不是始终在令君心中吗？荀彧见过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卢龙一役，还要多谢令君及时发兵，方救朕免于曝骨塞北呀。臣惭愧。令君心中是否尚怀隐忧？怕擅自发兵，曹公会怪罪令君。
臣一生何足惜。不过此事牵连甚广，臣是为一众大臣世子们担忧啊。如果朕与曹丞相握手言和，是否可以为令君解忧呢？陛下的意思是？朕仔细想过了，其实朕与曹丞相所愿本无不同，夙兴夜寐，都是希望风尘早尽，国泰民安。既然如此，何不捐弃前嫌，以求早日一统山河？陛下，真的与从前大不相同了。这也是郭祭酒的遗愿。曹丞相文韬武略，金报山河；令君还有郭祭酒，都是汉室肱骨之臣，只要君臣一心，何愁天下不定？陛下圣德，朝朝如日月，离离如烈星，为臣洞开迷雾，臣虽死，有感圣恩。属下无能，没能在祭酒生前查明真相。祈求在天有灵，属下一定竭尽全力，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臣满宠，叩见陛下。满府君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祭酒，河北中原从此一统了。臣斗胆想问陛下，祭酒临终前可说过些什么？祭酒在临终前说：“汉故军师祭酒，汉。这灵位是朕亲笔所题。朕想，祭酒在天之灵，当也不会反对吧？其实孤知道，祭酒有许多事都是在庇护汉室。那是因为祭酒的胸襟不是在一家一姓，而是在社稷苍生。祭酒临终前希望朕能与丞相携手，共平天下。不知丞相以为然否？好一个共平天下！既然如此，
孤不日便发兵荆中，趁势攻下江东。不知陛下是否会支持孤啊？朕会的。朕会保证一个安定的许都，让丞相全力南进。这地图是祭酒所制吗？祭酒早在官渡之前，就已算准了孤会统一河北。这地图，朕想留在皇宫里。陛下对祭酒果然是一片深情啊。那么，祭酒生前还有一个提议，不知陛下可曾考虑过？绝对不可能。陛下与冯孝如此相得，自当明白他算无一策。陛下要娶孤的女儿为皇后，立孤的外孙为太子，这是20年内陛下与孤相安无事的最好办法。为了政治而牺牲自己的感情，朕有所不为。即使祭酒复生，朕也不会答应。陛下知道吗？当年的陛下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我还记得，仲达答应过要辅佐我的。公子是醉了吧？臣现在不是已在公子幕府了吗？你就别哄我了。谁人不知，你人在我家，心却向着陛下。我今日请你来，只是想让你帮我一件事。你放心，绝对不会伤害到你们汉室。公子请讲。父亲新封了爵位，很快就会立世子。四弟也渐渐年长。我想请仲达帮我得到这世子之位。宗法立嫡遗长，公子乃丞相嫡长子，不用臣来相助，天下舆论公义，自然都向着公子。仲达难道不知，父亲行事从来不会被舆论左右吗？我6岁习射，8岁骑马，10岁起便跟着父亲南征北战，看遍丧乱悠悠，白骨纵横，哀哀夏民，奔走弥世。我何尝不想建立自己的功业，就黎明苍生出水火。可是不管我怎么做，父亲都不满意。在父亲心中，只有子建。
自食舍我驱驰，今我隐约欲何为？人生居天壤间，忽如飞鸟栖枯枝。我今隐约欲何为？建安13年，曹操举倾国之力远征荆州，意图一举荡平江东。臣等助丞相扫平江东，一战攻城。走。仲达，你回来了。大哥，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父亲得知你做了丞相院属，放心不下，一定要过来看看。你先是下狱，转眼又入了丞相幕府，消息如惊雷骇电，一个接一个。仲达，爹实在是担心你呀。爹，儿子不孝，让老夫为儿子担心了。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！那位堂姑王妃还跟你在一起？爹，她是您的儿媳妇，不跟儿子在一起，跟谁在一起啊？曹丞相东征，不论成败，这许都的形势势必更加剑拔弩张。你独自留在这漩涡中心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爹，漩涡的中心不是儿子，而是议和。况且，爹当初把积攒下的家底全都给了儿子，不是也不想置身事外吗？您放心，有儿子在，一定不会连累司马氏的家门。我原本以为国家一死，这事儿也就算到头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怎么还没完呢？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儿子一直觉得还有一股隐藏的势力还没放弃，而且离议和身世的揭晓越来越近了。隐藏的势力，指的是？大哥，我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我只能随机应变。到了真相揭晓的那一刻，我才能掌握主动权。爹，您放心，为了议和，也为了我们司马氏满门性命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哦，你跟议和从小就爱吃这个，爹给你们带来了。谢谢爹。议和，打开看看。是蜂蜜4米高啊！
你是把家里的厨子调来了吗？为了给朕送点心，这么用心啊？少在这臭美啊！爹和大哥来了。伯父和大哥来了，那你带我去见见他们。他们知道不能和你相见，已经回温县了。转眼间我都离开家这么久了，真的很想伯父和大哥呀。一和，既然选择了做天子，就必须割舍身为杨平的一切感情和关系。我还想着趁曹操不在，我现在可以和你们相聚了。曹操不在，你还不赶紧办点正事儿，就忙着和老婆亲热呀？和你们亲热才是正经事儿。不过我在想，曹操不在，留给我回旋余地是人心，不只是他朝臣的人心，还有曹氏继承人的人心。说到点子上了。曹操封爵之后，等他回来，一定会立世子，曹子桓、曹子建。立他们两个之中的谁，对你最有好处？论心性，自然是我跟曹植最为投契。如果他能继承曹操，自然和汉室最为相安。但曹丕曾与我共历患难，为我舍生忘死，对我有情有义，我不能负他。一和，其实你心里早就有了最佳的选择，可为什么还要感情用事呢？你明知道曹丕锋芒太露，野心太大，根本不可能和汉室共存。你是说，让曹操废长立幼？没错，废长立幼。你要争取曹植，让他成为曹操的继承人，这样才能为汉室在将来的决战中谋求一线缓冲的余地。明白了吗？办法我是有，我可以撮合崔琰和曹植联姻。曹操也希望曹植能得到朝中重臣的扶持，只是这样做的话，有点对不起曹丕。一和呀，一和，你根本就不傻，可是为什么那么多情呢？这会害了你的，这一点你要学学我才可以。学你什么？学你无情吗？仲达要是真的无情的话，怎么可能会专门入宫来给我送这点心呢？哼，一盒点心就是有情了，小心你被别人卖了都不知道。一盒点心就可以把我拐跑吗？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想做这个皇帝了，不如仲达来替我做，好不好？我太懒了，这3更灯火5更上朝的事儿啊，对我来说不适合。这种苦差事还是留给你做吧。我呀，继续找我的温柔乡去。这些点心别浪费啊。司马家父子一来，司马懿就立刻进宫。看来，温县一直都是陛下的力量。似乎丞相也默许了。如果我们再继续追查下去，会不会惹怒丞相？权宜之计罢了。你继续严密监视司马懿以及司马家父子，如有异动，立刻来报。是。煮酒的火
了人。长梦与幽魂，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，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沦了多少个心胸，少年。